刘大夫，作为一位女士，愿意到肛肠科来看我，说明你真的是个好人。不光是医术高明，而且善解人意。哎呀，真好。你有事求我你就说啊，别跟有病似的。你别不好意思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德。就这个老苗，哦，你不认识是吧？跟我做手术这个。啊，咋的？他那个前妻啊，就不善解人意，老觉得他这个肛肠科啊丢人。有什么丢人的？这不都是救死扶伤吗？俩人离了，就因为这。现在他这个媳妇儿是我师妹，胃肠科的。哎呦，特别好，整条通路都打通了，而且沟通的渠道也打通了呀，对吧？互相理解呀。但我觉得不在那个，还是人对了，是吧？你这要是人不对，你什么共同科室、共同饮食，白扯，没用。是。但我听说小顾好像比较介意找同行这件事。是，到时候他不吃窝边草。想太多了。你爱吃吗？我爱吃，我最爱吃是黄桃罐头。你别黄桃罐头了，什么黄桃罐头？你要是再找的话，愿不愿意找个同行啊？我呀，你就说咱医院呐？拉倒吧，就咱医院那仨瓜俩枣的，拉倒吧，你看。不是，你得看看呀，你没看清楚，你肯定。这不咋的，你想找同行啊？不妨一试嘛。找呗，医院那么多人。确实是。但有个问题，我认识的女大夫太少了。我平常专注于工作，也不太社交。你看我认识的小顾，是吧？我呀，咱俩不认识呀。还有谁呀？电话。左峰。左峰啊。哎，人给我挂了呢，我给打过去啊。肯定有事儿。哎，左峰。哎，老师，没事了。9号床的病历我刚没看着，我这已经找到了。啊，病历找不着了？怎么找不着？那不就放在那儿了吗？挺明显的。你那么笨呢？我已经找到了。还得我回去一趟。行，我回去。别催了，我现在回去啊。好，我挂了。找不着，我回去一趟，有点急，看着。走了啊，你好好休息。我再坐会儿呗。那什么，那个王小虎那事儿解决了啊。林小虎是吧？啊，对，那林小虎啊，走了啊。哎，歇着。还得是刘大夫。厉害。是。
乱七八糟的效应。小蒋，小蒋，同事啊，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。没事儿，你早点回去吧，到家跟我说一声。行，你赶紧上去。拜拜。医院那边处理完了？顾医生，你以前的那个福利院好吗？啊？我已经跟我之前福利院的张院长联系过了，也把浩浩的资料同步给他了，他说会全力协助。张院长人很好的，院里的其他老师也都很好。而且浩浩去那边，我也比较方便打个招呼，让他们多多关照。哦，到时候福利院还会根据划片安排孩子上学。挺好的，你说好的话，那肯定没问题。你放心，管理环境方面肯定都没问题。你看我就知道了，我如果不告诉你，你也不知道我是福利院出来的吧？谢谢你啊。你最近怎么这么荡啊？哎呀，我知道浩浩这件事确实很可怜，但是他毕竟已经发生了，我们还是得向前看。其实我挺能理解浩浩现在的心情的，就也许现在看起来一切都很糟糕，一切都很绝望，但是终有一天都会好起来的。会好起来的。那回头福利院那边如果还有什么别的事，你随时联系我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你别老谢我呀，你这么客气干嘛？哎，蒋玉，我觉得你最近有点奇怪哦，你怎么搞得好像跟大家都不熟一样？没有，我是替浩浩谢谢你。那你跟浩浩说了要送他去福利院吗？民政的人今天会跟他说他后面的安排。浩浩，过几天咱们去一个有趣的地方，那里有很多和你年纪差不多的孩子，有男孩还有女孩，他们可以和你一起玩。如果呢，你要是碰到了不开心的事情，他们还能陪着你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告诉我，我也可以帮你啊，是不是，浩浩？秦医生好啦！哎，好嘞。哎，秦医生，你这去2院看可就见外了。秦医生，俏皮嫩意，
我听少儿院的女医生都为你疯狂啊！忙你的吧。老师，什么意思？啊，这个屁垫是普外王大夫送的，湿厕纸是 ICU 蒋大夫送的，菊花茶是急诊顾大夫送的，这几个是科室同事送的，这个是我送的。我坐哪儿？我怎么干活？我收拾收拾。哎，你说全了吗？没别人了？屁垫、菊花茶、湿厕纸没了，真没了。哦，对了，老师，您请假那几天不是给了钟大夫10个患者吗？他还回来20个，都在这儿。漂亮。还有明天、后天、周日都有研讨会，这是资料。喂。哦，好，老师急诊来活了。好，这么利索。现在情况就是重度颅脑损伤，硬膜内外都有出血，双侧瞳孔已经放大了，然后中线位置有明显的偏移，环齿结构也已经看不见了。你看，情况很危急啊。您那边呢？全身多处骨折，主要是以胸骨、左腿骨折最为厉害。那先开颅吧。好，我先跟病人家属聊一下。女儿，一定要坚持住啊！大夫怎么样？哎呦！你女儿现在的情况很危急，我就长话短说了。现在的结果呢，就是决定先开颅。治，不管怎么样，先救我女儿，大夫。就是肯定要救的，二位别急啊。现在的决定是先开颅，然后她的骨折和其他外伤，咱们等她的生命体征稳定之后再解决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小武，来，先把手术同意书签了，咱们早签完早手术。等等，医生，我女儿才30几岁，她还能活吗？你女儿被撞得太严重了，这个咱们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会尽力救的，好吧？哎，不行，我不能没有这个女儿，这个男人怎么这么……别哭，他是一个疯子男人啊！真是疯了，撞完媳妇又给自己胸口捅2刀。拿下床前胸片。血氧不到60%了，血压一直在往下掉。气胸了。做一下胸腔闭式引流，准备手术吧。小宝，不要吃他呀！大爷，你冷静点。救他！来一下，什么情况？来一下。我怎么了？不要影响医生，有什么事情？那个急诊支援一下，来，不要影响。还我女儿啊！急诊请求支援，还我女儿的命啊！你别站着了啊！好。现在都是什么风气？哎呀，他太缺德了呀！他呀，2口子打架，这男的居然能下死手，女的估计连命都保不住。他俩结婚的时候肯定也没有想到，最后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。男的是个工程师，女的是大学老师。哎呀，这都算高知了啊！妈呀，戾气太重！哎呀，你这戾气也不小。不好意思。高知不等于心理健全，所以说咱们在生活里都得注意情绪控制，别急别躁，情绪稳定比什么都重要。尤其是咱们医生，好好做手术，别带情绪。定罪的事儿交给法官。CT 显示刀是从前胸壁刺入心脏，已经刺破了心包和右心房。皮刀。血压掉了，老师。开始输血，准备开胸。上午缺胳膊断腿的，中毒吐血的，你下午被车撞的，家属要打架，你这是哥呀，我这心里都有阴影了。
哪有那么夸张啊？骗你是孙子。你说这为什么就什么事儿都得找我呀？那不找你找谁呀？你是保安，是吧？保卫一方平安，这就是这工种。拉倒，保谁平安？保平安？保平安是菩萨。我一个月才赚5000，那又不是5万。那你觉得我一个月能挣多少啊？我那些个学生，规培生，那一个个的都是研究生毕业，这一个月这挣的也不比你多多少。赚那么少？那他们为啥呀？那他们爸妈知道不得气死啊？你呀，别成天跟我这钱的。医生治病救人，那都是你这想法，你不干，我不干，那生了病谁管啊？行，你高尚。大哥，来，你给我拍个照片给妈发去。就这点还可人疼？啊！你你得把这个记好了。啊！你是来当保安的啊，不是来看场子的。3、2、1，精神！啊，我看，再有啊，以后当着人，别管我叫哥。那叫啥呀？最好就是不打招呼，啊，省得别人知道咱们是亲戚，那觉得你是走后门进来的似的。你也是通过专业的培训上的岗，啊，万里，你要记住，你是凭自身的实力当上的这个保。过来。那还用你说？我算是虎落平阳了。哼，算命的都说了，我有大将之才。到你们这儿，我是来渡劫来了。大将，能当上这个保安呀，不容易。干什么事儿啊，都得是一步一个脚印儿的。那妈给你起这个名字，也是有讲究的。为什么管你叫万里啊？那是希望你啊，踏踏实实的行万里路。哎，怎么才能行万里路啊？站得稳，才能行得远，是吧？那还给你起叫高升呢，你升了吗？说你的事儿呢。你在这个急诊呀，也多个心眼儿啊。这个尊老还得爱幼，是吧？这个患者咱不能惹啊，家属咱也不能惹啊，医生不能惹，护士还是不能惹。这护士长，行，知道了。你知道，你给我重复一遍，都不能惹。烟掐了。马队老师，帮看点血压，该输血。血压正常。洗完骨头之后马上先开。这个病人现在情况很危重，集中注意力啊！掏开之后，如果脑子膨出的严重，随时准备停止手术，紧急关颅。好的，老师。主播，2头硬的脑膜玻璃纸。脑骨形态完成。这怎么肿得这么厉害？我头次见这么严重的。老师，这另外一侧咱还做吗？这万一到时候关不上，他连手术台都下不了。这也是今后的办法。脑膜镊子接刀，脑膜剪刀准备好。镊子，准备检验营。不行，脑子膨出的厉害，
人工补片，快！快！叶子，老师，他这情况恐怕连1个星期都撑不了了。他这个情况能进车到医院都已经很不错了，就怕他下了手术台，连 ICU 都出不了。老师，该饭啦！哎，咱们附近新开了一个广东猪骨汤饭，超好吃，平时都得排队的。我今天是提前下了单。您不是没好利索吗？咱补一补。你等会儿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吃了吗？吃的什么呀？办公室吃泡面呢。你别啊，你等我。那我直工进来。住手！干嘛呀？吓我一跳！刚下手术吃这个能行吗？吃这个能恢复元气吗？来，吃这个。我学生专门给咱们买的。你说现在这男的都怎么了？情绪这么不稳定？你说爱就在一起，不爱就离婚呗，这是干嘛的？就得跟我似的，情绪稳定。天塌下来，饭也得吃啊。那男的最后怎么样了？老天把他收走了吗？老天想从我手上收人没那么容易啊，不能便宜他，我得给他救回来，让他直面法律的制裁。你是没看见张娟那惨状，术中那脑袋肿得跟那发面馒头似的，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还两说呢。那男的也是，捅自己一刀，没捅准，也不知道这两口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你发生什么事儿，你也不能要人命啊，你也不能撞人家呀。不管怎么着，那不是还有警察呢吗？那肯定，警察可得好好查，多吓人呐！咱们呢就别乱说话了，咱们是医生啊，冷静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我不冷静、不专业、不客观呗？谁敢说刘大夫不专业啊？我可没说啊。你是他主刀，你看到了他的惨状，你也感受到他家人的痛苦，然后你这个人平时又特别有正义感，所以你现在心情低落，我是非常理解。你理解什么呀？你理解那女的还是共情那男的呀？那我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，啊，他们俩闹这么大呀，肯定是有什么前情提要。什么前情提要呢？你看这男的下手这么狠，你说不定这女的之前干过什么？干过什么呢？那女的可能把这男的妈气死了。哦，我可听说这男方的父母都来了。哦，都来了。那我不知道，我就举个例子。你不知道你瞎理解，你不知道你瞎共情。这不你问吗？我问你就瞎说呀。你问我得答呀，这不尊重吗？你尊重谁啊？你退一万步讲，就算这女的出轨了，就算她想离婚，她想分这男的家产，那她也不能要人命撞人家吧？那当然了，那你也不能不吃饭嘛。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吃什么吃？这话不投机半句的。那咱不说话，安安静静的吃饭。自己吃吧。你别，我吃不了，好不容易抢过来，没皮没脸的。不好意思啊，高晨，我今天实在是太忙了，没办法跟你一起吃饭了。没事儿，改天。啊，你等我哪天休息的，带上叮叮当当，咱们一起。好的。行，那我先挂了啊。
喂，胡师傅。哦，行，那我找个保安大哥给你搭把手。你等我一下啊。保安大哥，醒醒！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急诊，急诊，请求支援。说怎么了？你先下负1楼支援一下我们护工大哥。取消支援，在哪儿？就前面右拐下电梯找胡师傅。啊，胡师傅。啊，对。胡师傅，胡师傅，在这里。胡师傅，胡师傅，进来吧，帮我搬一下逝者。我呀。不然这儿除了你，谁能帮我呀？今天人手不够，赶紧的。回来了，刘万里回来了，怎么一股狗尿味儿？哎，暖暖怎么在这儿写作业呢？小叔在我房间。嗯，那你买的盐呢？啊，不是，那万里怎么？你去看看那地吧。嚯，不是你的味儿啊！哎呀，关上，关上！什么关什么呀？呛！不是，这才几点啊？你就回来了？啊？怎么回事？你说。干不了了，哥，真干不了了。什么呀？你干不了了？这上班第1天，上午就一个血乎呲啦的，这下午更好，给我整太平间帮忙去了。哎呀，这当时给我吓得呀！哎呀，给多少钱都不干了，这还不够我看病的呢。不是这医院生老病死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那我不还没结婚呢吗？嘿，你说天天在医院就干这些事儿，那谁能嫁我呀？这活打死都干不了，我还回老家吧，我还能照顾照顾咱妈。你别照顾咱妈了，咱妈就是因为看你天天在家游手好闲，才把你放我这儿的。你回去，除了给她添堵，你还能干什么呀？你行了，你别悠悠的，我一会儿给你们沈队打个电话，看看能不能给你调个岗。哎，调哪儿？看看病房，那儿没有血腥场面吧？也不一定。吃饭叫我哥，好像有点发烧。这门关上，这呛。哎呀！妈，
要不您先回去陪我爸吧。他这几天血压一直都很高，我妹这边我陪着就行啊。你爸那边差不多稳定了，我回去会有放心。各项指标都不错，明天可以撤呼吸机了。好。B3抢救！什么情况？可能脑疝了，血压测不出来，心率降到30了。推移至肾上腺素。通知家属。张娟家属。病人现在病情很危重，医生正在抢救。你们要随时做好心理准备。这是病危通知书，您签一下字。我不签，他不能死，我不能让他死，我求求你们救救他，他不能死，我不能没有这个女儿，你让他活着，他是植物人，我们也认了，我们养着他。出山 ，clear。哎，出山 ，clear。出山 ，clear。30分钟了，放弃吧。记录一下，死亡时间凌晨2点08分。喂，
基本平稳了，血压有点高，等会儿加2片心伐他汀。嗯，好。哎，医生，那他什么时候能醒来？看情况这2天吧。哦，了解了。嗯，有什么事儿您叫我。好，谢谢，辛苦辛苦啊。被他撞的女的没救回来，都赶走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？知道我哥是谁吗？谁管你哥是谁呀？我哥呀，说出来你都不信，你信不信？哎，你手压着我病历了，抬着。给你个提示，我姓王，你也姓王啊？哎哎哎，你能不能不要耽误我们工作啊？上那边巡逻去，去。杜淼在哪个病房？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是杜淼什么人啊？我是他哥。你是他哥？哎，秦医生，这个是那个杜淼的家属。哦，你好，杜淼在哪个病房？您是他的？他哥。哦，秦医生是吧？哦，对，我是他主治。那情况怎么样？他现在生命体征基本平稳，还在昏迷。没死是吧？哦，这个您放心，肯定是没有生命危险。要不我带您过去，他在那边病房。谢谢啊。请求支援！请求支援！你放开我！你们这群请求支援！请求支援！看着赶紧的！你放开我！我他妈弄死你！你们救人不分黑白，我没死，他凭什么还活着呀？我没死了，他还活着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先别动。他凭什么还活着？凭什么？叫警察吧。刘医生，我媳妇怎么样啊？你们俩各项数据都不错啊，再观察1周，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你俩可以一起出院了。太感谢刘医生了，多亏您救了我媳妇儿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以后一个人日子该怎么过。这都是应该的。哎，晨晨，你快谢谢刘医生啊！啊，那不用谢我，不用谢我。晨晨，你还记得你老公刚给你送医院的时候他什么样吗？那会儿什么都想不起来，现在也是一点记忆都没有了。他那时候也伤得不轻，都快晕倒了，就那样了，还抓着你的报告单满急诊室来来回回的跑，他连自己名都忘了，但他记得你的，他就一直抓着你的手叫唤你的名字，直到把你送进手术室，啊，他才放心的晕倒。还有这事儿呢，我现在也记不清了。以前天天在一块儿没觉得怎么样，真遇到事儿的时候才发现，我老公真的是啥呀？挺有样的。行，那你们俩好好休息啊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。哎，感谢刘医生。谢谢刘医生。有样啊，我继续努力啊。哭啥呀？喂，老刘，赶紧来趟急诊，秦大夫受伤了。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老师，是不是很疼啊？你试试。
这什么情况啊？老师为了保护患者，被受害人的家属拿刀给划伤了。嗨，没事。要么你来缝，我外面还有点事儿，麻药已经打完了啊。你没事啊？我得去那哪儿干那啥去。麻烦了。哎，小郭，哎，老秦他严重吗？啊！老刘刚进去，有点眼力劲儿。哦，患难见真情了哈。啊，那什么，除了老秦挨了一刀，别人没受伤吧？没有啊。啊，咱们医院这保安也真是的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哎，前阵子不是刚刚扩招了吗？哪儿都是保安。嗨，其实，那我们俩就回去了啊。你啊，龚医生，你也注意安全啊。放心，没事儿。疼啊？啊，刚不是打麻药了吗？麻药劲儿还没上来呢。等会儿我缝的时候，你别撕撕拉拉的啊，影响我。啊，我忍忍。是张娟家属砍的吧？好像是张娟她哥来找人算账呢，让我赶上了。马丁·路德·金说过，是暴力导致了暴力，暴力是有传染性的。你看过传染的？别动啊！刘子毅说过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能以伤害他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那你还跟我争？我不是跟你争，我是觉得咱们不能够太情绪化了，冲动是魔鬼。你看现在，张娟走了，杜淼肯定得重判吧？今天张娟他哥来这么一下，那肯定也得拘啊。两边老人怎么办啊？这人呐，和和气气的不好。行了，好了，看看行不行？不愧是神外一把刀啊！你看，极具美感。你这马屁拍的可真够生硬的。哎，我看看你那个，干嘛？瞧见没有？左青龙，右白虎，正好凑一对儿。真够贫的。都这样了，这么有缘分，咱俩就行，这就行了。是有点草率啊。那我再考虑考虑。先不行。不是我矫情，也不是我胆小，就现在，给我买一份保险，这活儿干不了。你说你
来医院才几天呀？妈把你交给我，你连实习期还没到呢，就打退堂鼓。你哥这面儿啊，也不是什么大面儿。你说你今天说这个急诊不行，那咱们换病房。明天说这病房又不行，关键是，我也不是院长，我没办法，我天天为你这事我调来调去的呀。你别，哥，不调，千万别给我调。你说，我跟那儿是不八字不合呀？到哪儿有事儿，到哪儿有事儿。你说这问题他怪谁呢？这是谁的问题啊？那就是我们医院的问题呗。不，怪我，都怪我，好吧？所以说呀，为了咱们医院的长治久安，我就别去了。你这样，咱医院也能太平点啊！你这都什么狗屁理由啊！万里，哥真得好好说说你了啊！你说你这眼瞅着也奔4的人了，啊，这天天的还是想一出是一出，干什么事都是3分钟的热情，那你照此发展下去，你可怎么办呀？啊？你总得独立吧？你努力了。你说就你们这那保安，那我都干了，算能屈能伸不？那这还要我怎样？你怎么能屈能伸了？你说说，你怎么能伸了？你在村里边你是做多大买卖，还是说当村长了？让你干个保安，屈着你了。你一个初中毕业，你送外卖、送快递，我都嫌你超时，你送错了，这1个月钱都不够罚的。我为什么给你安排在我身边啊？啊，在医院呀，不就是因为我能照着点你吗？你还挑上了你。瞧不起人，王万里。王高升，我在咱们村，那也是万里水果店的老板，啊，就每天经我手那水果，那何止是70、80斤？你就说崔叔家那棵果树，那销售问题我给解决了75%。哦，商业这方面事儿就不跟你提了。你就说咱妈我照顾的怎么样？啊？怎么了我？啊？那合着你给我找的这个保安这个活儿，我都不配呗？那你别生气，你哥这人说话不好听，心是好心，他这不是也想着你能在我们身边，我们俩能照顾你吗？是吧？嫂子，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。我呀，就回老家跟妈卖纸壳去。上哪儿去你？换肠。少喝点啊。这对不起啊，因为我们这家这点破事儿，老是拖累你。您还挺客气，别说那没用的了。
我看隔壁单元有个开间招租呢，业主贴的没有中介费。不行，我给他租一个。你说你弟从小在你妈身边长大的，也没离开过妈，说白了也是个妈宝男，这就是耍脾气了，在这儿你跟他较什么劲呢？你说要不然把妈接来得了，妈一个人在老家咱也不放心，妈来了呢，他也能踏实上班，他俩都安顿了，王大夫就踏实了。有点沉，把你这个伤口抻开线了一会儿。没事，好了。你说你这胳膊不行，屁股也不行，要不然回家吧。腿脚行，能跑就行。闲着吧。原来怎么没见你那么有体育精神呢？太阳大。你别说话了，没空理你。哎，防晒。哎呦，自己来。太独立了。给我点发光发热的机会。你跟我看，把眼镜摘。那么先可以，可以。哎，行，嘴里不用，放。好了，咱别浪费。来，给我也来点。是防晒服吗？拉下来，这样就晒不着啊。典型的有了媳妇儿忘了娘。哥。哎。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科室的吕青青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好。啊，这是我们马拉松俱乐部的队长王高生，王医生。王医生。别，我们俱乐部里边啊没有医生啊，都是兄弟姐妹，叫王哥就行。行，王哥。哎，你好。行，那这是你秦哥。秦哥。别，秦医生。秦医生。青青来科室轮转，一直没落着休息。今天好不容易说休一天嘛，我就想着带她过来一起运动运动，放松一下。对，运动好。对。顾医生。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。啊，三姐做的这个新队服到了，这回没有乱七八糟的广告。哎，好嘞。这三姐又不少花钱嘛，这个啊。这给你。我也有。你先穿这个。谢谢蒋老师。啊，那个更衣室啊，你从这儿右拐嘛，然后有条小道你再左拐。出去。行，我带你去。我带他去一下。哎，好。我今天玩海盗船，我要玩摩天轮，还有极速飞车。姐姐陪我们上去玩啊，你可别怕呀。我可不怕，走吧。你们仨等等我。冒什么样啊？蒋老师，我头发好像卡在拉链里，你能帮我弄一下吗？老王，你来跟我说。快点吧。是吗 ？OK。我给你们搞的是马拉松俱乐部啊，不是相亲俱乐部。您别看你们这一对对的，干什么呢？你要那么寂寞，你把嫂子叫来呗。刘大夫，你这样不好。呀，干啥呢？啊！没事。慢点。哎妈。潘越出事儿了，赶紧来机场。啊？
妈，哎呀，你可算是到了。什么情况？潘越从舞台上摔倒了，特别麻烦的是还摔到头了。他爸妈本来说不告诉你，可后来又觉着不管怎么样，你是医生还是亲人，还是你放心啊，所以又把他接回来了。从法国接回来的。广州，他在广州演出呢。哦，在广州啊，在广州拍片子没有？他爸妈快上飞机才给我打的电话，我什么都没来得及问，我怎么知道呀？马上飞机就要落地，咱们快点吧，快！你们在广州都做检查了吗？做了。现在是什么症状啊？现在最明显的就是手脚经常不听使唤，右耳听不清。在广州呢，大夫给拍了片子了，初步断定是听神经瘤，需要马上做手术。在那边我们也不熟，然后又不放心，所以这不想着回来找你吗？好，爸先上车。对，总会有办法，别太着急啊。好。文斌啊，直接去你们医院啊，赶紧的。月月，别害怕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什么病都能治好的啊。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看，哎，没事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都很少运动啊，好长时间没跑步了吧？得循序渐进。别说风凉话了，赶紧找个地方买点酒精消消毒吧。没事。来，蒋总，来，快起来！哎，你们先跑吧，真没事，没事。啊，我带他去消消毒啊。是，你搀着点的。没事。啊，我们继续了。嗯，好。本来啊，我说今天就不练了。今天我妈来江海，老秦非要练，人家说，结果他跑了。人家里没有事儿吗？谁家里还没点事儿？不是，那你啥意思啊？要不今儿就散了？你这个是听神经瘤啊？哦，对了。广州红人医院的吴正爱教授也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怎么没有在那治疗呢？我前妻是江海人，回来比较踏实。哦，啊，那个捂住左耳。这样。听得清吗？听不清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听力明显下降的？我是半年前吧，开始有头晕的症状。还会感觉到恶心，后来就觉得耳朵不太舒服，上周我在舞台表演的时候，就耳鸣到听不清音乐，手脚就跟不上节奏。舞台表演，你是从事什么工作？芭蕾舞蹈演员。演员啊，那平时有没有脸麻的感觉呢？这个还好，就偶尔1、2次吧，就觉得这边开始发麻。有1、2次，你看啊，从你这个片子看的是右侧听力受损，不过呢也不用太担心，啊，现在初步诊断的是一个良性的听神经瘤，没有生命危险。但如果放任这个瘤子生长发育不管，也是不行的。所以我建议啊，如果咱们条件允许，还是尽快的手术把它摘除。明白，那就手术。手术，那大夫，术后会有后遗症吗？我听广州那边说会有很大面瘫的风险，是吗？你看啊，咱们现在这个瘤子呢是紧挨着面神经，然后呢还压迫着你的小脑，所以呢你会出现非常严重的耳鸣的症状。这个手术呢难度是比较大，但是如果放任不管，你后续听力受损只会越来越严重，到时候呢还会出现相应的并发症。所以我建议还是手术。虽然咱们在广州这儿呢已经做了相应的检查，但是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个
加强核磁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啊。之后呢，我会和院里其他的专家，会诊一下，再定一个最终的治疗方案啊。谢谢了，殷主任。客气，我尽力啊。那。现在进行晨间交班。昨天入院患者6名，出院5名，手术13台，返回病人10名。1床病人陈琦术后转 ICU 观察，6床薛晨娟今日申请外出。12床病人潘越疑似听神经瘤，收治入院，拟上午10点进行核磁，择期手术。哦，刘医生，关于潘越的病例呢，等我们大查房结束之后再会诊。好，继续。加1床中庭三叉神经减压术后回病房，遵医嘱冰敷24小时，已经苏醒。老常，你知道那个新麦老秦吗？喂，就他的那个前妻，在咱们科那个。啊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讲啊，他真的是个大情种。就听说他前妻患病了，马上从法国把人给接回来了。那个奥哥啊，这都32例的人了，怎么那么八卦呢？你哥，你说这话我就不愿意听了。这怎么就八卦了呀？这不是关心同事的感情生活吗？你没结婚你不知道，两口子过日子，时间久了一定是从夫妻过成亲人。你别说离了，那不也刚离吗？这感情就一定都在，这是人性，知道吧？陈哥啊，我记得法国的神经外科也很厉害呀。别听那些，只要是手术，它就有风险。什么法国的？哪国医生敢跟你说手术一定能万无一失，是吧？对。哎，你说，这一个中年妇女在那边语言又不通的啊，也没人陪着，那一定得回国了呀。前夫哥忙前忙后，东跑西颠的，俩人眉来眼去的，没准哪天就旧情复燃了。总工，你患者资料看完了吗？待会儿不会诊了。啊，这个，我正在这儿做记录呢，这。哎，好了。哎呀，别光顾自己吃，就你哥呀。哥，吃饭了啊！我是来不及了，做这么多呀？你不是上晚上的班吗？医院临时有点事儿嘛。这都做好了，这鸡是我从老家带来的，菜都是地里新摘的，你得吃一口。行，那抓紧吃一口，快点得了。
里还有好多事儿呢。你看家里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就那3只鸡，你今天吃一个，再有2顿就没了，那有什么事儿呢？那咱家里不是还有地吗？不要啊，不要。那这是什么买不着啊？不打农药的蔬菜那到处都是，是不是哥？是妈，而且您说，这么多年我也不在您身边，您那个住下来主要是负责监督万里，他听您的话呀。你多大了？你能一辈子跟着我过啊？你盼着娶媳妇来啊？你哥不容易，这一大家子都得他照顾呢。你别赖在你哥家里，住宿舍，啊？没有妈，您那制造矛盾。哎呀，暖暖跟他玩的好着呢。是啊，你听我的，咱不折腾啊。你弟踏实下来，他自己也能养活自己的。到时候他要想租房子，就叫他自己租房子。我不在这儿，我在这儿除了你们谁都不认识。回到村里边，乡里乡亲的都熟悉，还热闹一点儿。那这个万里能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万里行不行啊？行，在医院里好好干，别给你哥添麻烦啊。没，万里啊好着呢，主要万里他聪明，只要是踏踏实实干，没问题的。万里啊，那可是医院，那是谁想进就能进的吗？你哥为了把你弄进来，费了很大的劲，很不容易的，知道吗？那行了，妈，快吃饭吧，我这嘴都凉了，不是这菜都凉了。吃饭，反正不管怎么说呀，这次您来啊，就多待几天，我带您跟万里出去转转。不要，你们都忙，不要。等晚点，我跟苏晴我们商量商量，不行我请个假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咱一起拍个全家福，行吗？行啊，行啊，吃饭吧，吃吧妈，吃，快吃。您这是您我吃了，我不着急。爸妈，辛苦了啊！先回家歇会儿吧，我妈做了饭在家。没事儿，不累的。哎，那个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还没有，应该是下午。哦，没事儿啊，我在这儿照顾。行，那我们回去洗漱一下，一会儿再过来。月月，妈妈、爸爸去吃点东西，马上就回来啊。那我们先走啊。对，辛苦了啊，走吧。看我这样，你特开心吧？我不开心，我开心什么呀？以前我不喜欢你当医生，现在我来你这儿看病，可笑吧？你得亏来我们医院，我们医院技术好。你之前也没怎么过来过，你看看，我们医院是不是环境也挺好的？到时候我手术一旦没做好，就面瘫了。谁还愿意看我跳舞啊？更如你所愿了，你更得逞了。你老是误会我，我只是没有艺术细胞，我不懂舞蹈，但我很喜欢看你跳舞。你跳舞的时候可有魅力呢，我就算什么都不懂，我都能看出来。千万别，我害怕。别怕，肯定让你重返舞台。休息呢？哎，尹主任，哎，怎么样？啊，报告出来了。你们好，刘姐。哎，刘大夫啊。这我妈。神外尹主任。阿姨好。您好，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少不了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样啊，刘医生呢，前段时间刚完成几例同类型的手术，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。
所以呢，会诊后我们建议由他来做这台手术。啊，来，刘医生，您说说。患者目前确诊的是听神经瘤，可以考虑在电生理检测下经乙状窦后中路手术切除，但介于患者的瘤体比较大，又是一个舞蹈演员，对于保面神经的要求比较高，所以呢，具体的手术方案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下，以及手术过程中特殊情况的面对。回头跟爸妈也商量一下。尹主任，还有刘大夫，这个手术问题不会太大吧？这个您放心，刘姐，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。谢谢。是，那这样你们先休息，家属和病人有什么意见的话，我们也及时讨论。哈，休息吧。啊，尹主任，那我们这孩子就交给您了。放心吧。啊，我刚让爸妈回家，你怎么还过来了？那你怎么不早说？你哪怕给我打个电话呀！我怕他们没饭吃，还做了一堆送过来。你出来一下。月月，你休息一会儿啊，我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出来。作孽！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什么呀？还什么呀？我问你，潘越的手术是不是刘子怡来做？看主任的意思啊，应该是。我的妈呀，这怎么能让刘子怡来做呢？秦医生好。哎呦，这边。你坐下来。哎，我问你，你现在跟刘子怡到底是发展到什么地步了？我们俩就正经相处，该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了。也就是说，她现在是你女朋友了，是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什么？你荒唐！你怎么能让你现任女朋友给你前妻做手术呢？啊，你要相信我们院医生的专业性，一码归一码。刘子毅这方面的专家，刚做了几例听神经瘤的手术，术后……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听不懂。你就跟我说，这个手术是不是100%能够成功？手术这个东西是没有100%的。说的是啊，但是潘越这个病治好是应该的。但是万一这个手术有什么闪失，我说的是万一啊，万一有什么后遗症，哎，你让潘越的父母知道你跟刘子怡之间的关系，人家能放过你吗？你跟刘子怡还能好好的发展吗？到那个时候，你两边不是人，你怎么面对这2个女人？你跟这2个女人都有隔阂。你看着我，我就跟你说，这个手术换了任何一个医生都不会像现在这么复杂。我说的对不对？哎呦，傻儿子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遇到事情一定要冷静，要反思，到底该怎么做最恰当，特别是……妈，你先回家吧。那个他爸妈快到了，没人开门。行，我不行，我没有说清楚，儿子，妈求你了，你想清楚，你别作了，要不然麻烦大了。哎呦，走了，真是要命啊！去吧，有数啊，有数。咱们院成立50多年了。这里的条件吧，虽然比不上家里那么舒服，但这孩子多，其实也挺热闹的。啊，我专门腾出下铺留给浩浩用呢。浩浩，喜欢这儿吗？浩浩，怎么不说话呀？你是不是不喜欢这儿啊？刚来的时候都会有些不适应，这很正常。咱们大人到一个新环境不也这样吗？慢慢就好了。院长，您介入手啊。浩浩虽然是做了这个植皮手术，但是他呢现在看起来跟其他的孩子还是不太一样。我呢就有点担心，就是其他的孩子对他会不会……咱们这里的孩子
有的呢是嫌家里条件不好自己跑出来的，有的呢是因为家里发生巨大变故被送来的，更多的是因为先天疾病被遗弃的。所以小孩子们之间都，心照不宣吧。明白明白。所以绝对不会发生谁欺负谁的事儿。我们这儿的老师也都是经常关注这方面的问题的，这个你放心。行，那太好了。放心吧，浩浩，走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浩浩现在这个情况，每周还要回医院复诊，到时候我们轮流过来接他。哦，好。哎呀，你们也真不容易啊，都是好医生，好人会有好报的。谢谢。顾医生，顾医生，哎，诗怡就是在这里长大的，看现在多好。她也经常过来参加义工活动，我们院每周都有义工活动，广大的爱心人士都踊跃参与呢。我也参与。那院长，咱们去给浩浩安顿一下宿舍。好，您走。你这画的是个什么呀？兔子呀，从小就特别喜欢小兔子。你喜欢人家还把人家画这么丑？我还没画完呢。那你画完了送给姐姐好不好？姐姐不是觉得很难看吗？姐姐就喜欢这种有特点的。好啊，那我画好送给你。诗怡姐，你性格可真好。之前说要把浩浩送过来，我跟蒋老师还担心孩子心理上会不会受不了。看到我这么健康，现在心里踏实了。所以啊，其实表象代表不了什么，反而如果浩浩之后跟你们说他没事，这个时候你们要加倍的关心他。哦，对了，诗怡姐，我不是马上轮转实习快结束了吗？我想着送蒋老师一个礼物，你跟他比较熟，你要不帮我选选看？蒋医生不错的，加油哦！我选了好几个呢，你帮我看看。这个行吗？我觉得蒋医生可能会更喜欢实用一点的东西。实用一点的，或者你找一些跟他职业相关的，我觉得也可以。我想到一个。浩浩，如果枕头睡着不舒服，就跟哥哥说啊，哥哥再给你准备个新的。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小夜灯，省得你晚上怕黑。开关在这儿呢，你看能调亮度的。浩浩，不怕啊，哥哥随时都在。好不好？笑一个，你给哥哥笑一个，笑一个，我还给你准备个礼物。这个好不好？啊，电话手表，帅不帅？我给你戴上，来，看看，小手，紧吗？不紧吧？不紧。我看看帅不帅？真帅。这个电话手表里面呢，有蒋玉哥哥的电话号码，还有青青姐姐的电话号码。回头你要是想我们了，或者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找我，你就用这个给哥哥打电话，行吗？我教你啊，你看这不有个按钮吗？你按一下，它亮了之后，你就长按3秒。来，你看。喂，是浩浩吗？谢谢蒋玉哥哥。
乖啊。其他小朋友们要是有想吃的、有想要的礼物，也可以跟哥哥说，哥哥下回来都给你带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这什么东西啊？里面有没有小游戏啊？给我看一下可以吗？你借我带一下吗？进来。哟，秦医生。哎，刘大夫不在啊？刘哦，那个老师刚下手术，上楼去治愈了。哦，好，拜拜，秦医生。哎，小芳，你发现没有？这秦医生对前妻还真挺上心的。陈哥，您这都40不惑了，还这么八卦呢？你俩真绝配，你俩。快一边去。孩子的黄疸已经消退了，您可以放心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喝点带气儿的，心情好。我心情挺好的。对不起啊。啊？对什么不起啊？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，我想着见面再跟你说。这一上午一直在忙检查，跑东跑西的，没腾出时间来。微信上怕说不清楚，有什么误会？能有什么误会啊？你知道的。就潘越这个情况，就算他是我的普通朋友，我也得全力以赴的帮忙啊，对吧？你担心你全力以赴的帮你前妻的忙，我会不高兴？不是，你怎么会不高兴呢？我的问题，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比较好。你们怎么商量的呀？啊？治疗方案还在商量呢。他这个瘤体已经很大了啊，耽误不了了。是得尽快。主要是潘越怕手术之后会面瘫什么的，我还比较纠结。手术肯定是得做，我考虑着让尹主任来做，你说呢？怕我因为对你爱而不得，对你前妻下黑手。简直了，简直了！我的意思是，潘越是个舞蹈演员，这个病对他来说是致命性大刺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手术还是有难度的，啊，多少还是有留下后遗症的风险。尹主任做就没风险了。是，那还是不一样。我觉得吧。你觉得什么呀？咱们医院好事不出门，八卦传千里。万一留下什么后遗症，加上咱们俩现在这个关系，难免被人说东说西，添油加醋的，不一定传出什么来，影响不好。你怕什么影响啊？不是，你到底是担心我的人品，还是担心我的技术啊？哪个医生做手术不得全力以赴？哪个医生做手术能给你保证一定没有风险？你跟潘越夫妻一场，没有情还有义呢吗？不是。退一万步，他就算是真有什么情况，你该安顿安顿，该照顾照顾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不是吗？是。那我也不想影响咱们俩，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。走到哪一步了？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你吧，该选谁选谁，想怎么选怎么选，好吧？我尊重。别走，我没说完呢。你说呀。
等胖月病好了之后吧，我给你来个全套的承认错误。现在咱们主打理解万岁。你可真够默契。刘医生、齐医生忙着呢。你不怕影响不好吗？你再不放手，明天咱俩就得上全医院的八卦日子。慢一点甩，慢一点甩，来，3，开始，1，对，慢一点甩，2、3，1，青青，好的。顾医生呢？他说有事先走了。啊。哦，对了，浩浩安排好了吗？啊。什么？来，再来一次啊！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。Underneath the moonlight glow, whispered tales from long ago, a melody that softly flows. 这都几点了？你不上班啊？我也约了今天体检，一起吧，我带你。行。多会啊。Journey of love will never end together forever. 血常规查了，耳鼻喉查，我还差一个彩超。我还差个甲状腺。那2个体检了吗？谁呀？你说秦哥他们？啊，秦哥，我有段时间没见着他了。王哥总得查吧，这便宜他不占。王哥说他不体检。不体检？为什么？他说体检也没用，就是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啊，他说，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但凡查出点什么毛病，他这上有老下有小。不是，是。反正他就是说，这年头只要不体检，就没病。你看看，就是这种鸵鸟心态，导致那么多患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。亏他还是个医生。回头得说说他。顾医生，那个浩浩那件事儿，谢谢你帮忙。没事儿，我应该的，毕竟是我长大的地方。哦，对了，那天跟你一起去的那个女生，吕青青，我觉得她还挺好的。是，她还行。那你俩没发展？哎，什么？不是，我俩发展，我俩就普通同事。同事就不能发展了？不是，他是来我们科室轮转实习的，然后那个主任就安排我带他，我俩就是普通同事。平时我们除了就工作以外，我都没有。你别激动啊，我就随口一说。不是你别误会啊。我不误会。哦，对了，你晚上有空吗？请吃个饭。每次都是你请我们，也让我表现表现。请26号患者到4号诊室就诊。那我回头把地址发给你啊。怎么样，家人们准备的？哥，像不像老板？你就是。那您呢？是啊，我这好了。我妈一穿上这旗袍啊，这气质一下就上来了啊！阿姨，走，咱们再试个披肩。啊，那个披肩显得更贵气。哎呦，是披肩啊！快去了啊！咱们去试一下。哎呀，这边走，阿姨啊。哎呦，暖暖，我闺女可真漂亮啊！妈妈，我这黄色不好看，我不想和爸爸睡色，我想要跟你一样的颜色。不想跟爸爸一个颜色呀？那就一会儿穿跟妈妈一样的好不好？来，找小叔来。来，咱俩照个照片来。喂，小宝。哎，老师，王奶奶今天突发腹痛，我判断她现在是胆总管2次结石，第1次手术不是您给她做的吗？挨了之后一直胀
行，先把彩超和腹部 CT 做了，然后让李医生帮着先看一眼啊。我这边完事儿，马上就过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哎，医院又有事儿？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啊，又入院了。喂，哎，老师，我跟我奶奶说了，她不同意，什么检查都不做。不让李医生看，非得让您过来看来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么点事儿你们都办不好，真是。行吧，啊，我10分钟就到。什么10分钟就到呀？你跟小宝说让他帮你顶一下不行吗？这一大家子都来了。再说你不都调好班了吗？这事儿真不行，只有我最了解病情。一会儿你跟妈解释一下啊，你们拍完了就把我给 P 上去啊。你自己跟妈说吧。哎呀，我来不及了。哎，哥，不拍了。哎，好，我们准备了，所有人看我这儿。弟弟给哥哥留个位置，往旁边一点啊，再往旁边去一点。对，哎，有点多了，咱回来点。好，然后老太太，咱们别皱眉，开心一点。对，都看我这儿，3、2、1。哎，您好，你们的单子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您是做完手术也来复查的吗？我还没做呢，你们呢？哦，我爱人听神经瘤，手术已经做了，现在还在恢复。我今天带他来复查。喝点。哎，慢。上午应该是排不到了，下午再过来吧。主要是检查一下听力。你先回去休息，下午妈陪你过来。爸妈马上过来了，你先吃点罐头垫一垫。你想吃什么，我去买。潘越，今天怎么样？哎，程先生。哎，潘越，吵架了没有？药吃了吗？吃了。潘越，脸还麻吗？有没有别的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还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解。哦，潘越，别担心啊，这不是秦医生也在吗？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刘医生呢？他怎么不来？刘医生，你们俩不知道吗？啥呀？干嘛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潘越今天情绪不太好。哦，看出来了。已经换主治了。尹主任说的。那你一下给我问懵了，不是你跟老尹说的吗？老尹找我啊，说问我时间，说刘子毅最近的择期手术安排的特别满，而且你们呢有想换主治的诉求。我说没问题啊，咱俩同事，这是你家属，我说我肯定上心啊，我特意把时间给你们排出来的。行，谢谢啊，辛苦了。你好好回复。晚上有夜班吗？没有一起吃个饭呗？都谁呀？他们几个都问了，有时间都来。
去哪儿啊？我把定位发你。什么时候开发新地儿了？哦，高晨开的。高晨哪个高晨？就咱们上次去夜店那次，你记得吗？啊，那小胖小脏辫啊？不是，后来来医院那个老板。你去了次酒吧，你们俩还联系上了？嗯。后来在一起了。啥时候的事啊？就最近的事。他这几天新店开业，说请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吃个饭。不是顾师姨，你是不是草率了点啊？草率吗？我觉得还好吧。主要我觉得他这个人挺正常的。你挺了半天就挺了个正常，不是你们现在这择偶标准就剩个正常了？你不觉得现在找一个正常的男人特别难吗？也是。哎呀，我就是觉得接触下来，我和他性格还挺合适的，而且他这个人心思特别细腻。我其实觉得看一个人的性格，从他对孩子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。他对孩子呢就特别有耐心。你等会儿，对谁孩子？他自己的孩子。不是大姐，没事吧？你找了个有孩子的？怎么了？你对单亲爸爸有歧视啊？我就是觉得这个年头，你想找一个，又正常又适龄的，然后各方面都合适的，然后还得心动，这多难啊！你不能什么都想要啊！哎，你悠着点吧。没事儿，我俩就是谈个恋爱，又不是谈婚论嫁，你别这么愁眉苦脸。行了，别说我了，说说你自己吧。你和那个痔疮之恋怎么样了？前妻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呗，干嘛？回来还要旧情复燃了？是。他前妻得了听神经瘤，虽说是良性的吧，尽快治疗也能控制住。但这个瘤挺大的，他前妻呢又是个舞蹈演员，他知道这个瘤可能会导致面瘫之后崩溃了，特别担心，就怕没办法像之前一样登台了。等一下，你不要告诉我你是他的主治。不是。那秦文斌现在什么态度啊？那有什么态度？该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呗。这个潘越既然选择回江海治疗，那肯定是这儿让他更有安全感，更放心呗。你说谁得了这个病都不好受，他们家里人估计也都慌了。那秦文斌这个时候可不得挺住吗？该照顾照顾，该干嘛干嘛，那不都应该的吗？换成是我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你可拉倒吧！要是关一凡这样了，我多少得给你开一瓶香槟。不至于，曾经一场，该帮忙的还是得帮忙的。哎呀，这秦医生也挺难做的。可不是吗？阿姨，您帮我另外打包5份，等会儿拿走。你一复购都出来帮办公室跑腿了，5份儿，哼，还没跟你说呢。潘越回来了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前几天。现在在咱们院住院呢。哟，是什么？听神经瘤。听神经瘤啊，在省外呢。啊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情况不太好。说说这，不，这太突然了，这。你生病哪有不突然的？你别告诉我刘子毅是他主治。怎么说呢？啊？一共87块钱。连他的一块算了吧。秦哥，今天那边有你爱吃的牛肉，不去买点？不吃了。这咋了？前妻回来了。您先帮我打包着，我等会儿吃完过来拿。2个龙凤胎。哼，行，你也算儿女双全了。我觉得挺好的。刘大夫，洪大夫吃着呢啊。哎，来坐着一起吃。啊，我看那桌也还挺空的。
我就不跟这儿裹乱了哦，是挺空的，是挺空的。那个主治怎么换程医生了？